这是我用 AI 工具开发的另一个 Chrome 的插件，它可以录制你的语音，不管你是中文还是其他语言，然后快速的帮你翻译成英文的文本，极大的提高你的英文翻译和输入效率。我们来试一下。这是我开发的另一个 Chrome 的扩展程序，全程我没有写一条代码，前后大概花了不到2小时的时间完成。这一次的成功开发，足以证明全民开发的时代已经到来。好，我们停止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翻译。好，翻译出来了。你可以看到这一段英文翻译是非常准确的。你可以把它复制，然后在你的网页的任何地方进行输入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插件，并且想在本地免费安装使用它，请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。你好，欢迎来到猪的 AI 开发日记。在这个频道中，我会向您持续的分享有关用 AI 的方式来开发各种应用程序的视频。在这些视频当中，你不用写任何一条代码，就能够开发出有趣的微信小程序、iOS 的原生应用，以及 Chrome 的扩展插件等等，还能够在各自的商店中进行售卖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，不妨关注一下我的频道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利用 AI 工具来开发这个 Chrome 的扩展程序。AI 工具你可以选择 ChatGPT 或者是 Claude 或者是其他任何有代码生成能力的 AI 工具。我用的是 Claude。为了能够比较清楚地描述我们的需求，我首先自己先画了一个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个用户体验的流程图，我想把它作为一个附件发给 Claude，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我们的需求。然后我们回到 Claude 当中，我们把预先写好的需求一起发送给他。我这里稍微调整一下格式，这样的话你会看得更清楚一些。同时呢，我们把我自己画的那个草图也发给他作为参考。好，我告诉他，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 Chrome 的程序开发者，请帮我开发一个名叫 Smart Recorder 的扩展应用。然后 UX 的设计图我已经提供了。为了能够更加准确的让他理解我们的需求，我在这里也把这个设计图上面的每一步做了解释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。我们一边看图一边看右边的这个交互的说明。第一步，点击程序图标会打开一个窗口，会打开这样的一个窗口，然后这个窗口当中呢，会默认显示中文的提示。点击下方按钮录制语音并翻译成英文，然后会提供一个绿色的录制按钮。第二步，点击这个录制按钮的话，就会开始录制你的语音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会显示闪烁状态的录音进行中的文字提示，同时原来的按钮会变成红色的停止按钮。点击停止按钮，终止当前的录音，然后它会自动的把你的录音文件发送给大语言模型进行翻译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会看到它会显示正在翻译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，按钮也是不能够被点击的。最后，当翻译好的文本传回来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的显示在这样的一个文本框里面。同时我们提供了2个按钮，一个是复制文本，一个是进行重新录制。点击重新录制的话，就会返回到第一步。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我在这一段做的用户体验的描述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几点希望他能够注意的，就是第一，我希望他能够把应用程序的图标帮我考虑进去，因为我已经提前把这些图标文件放在一个 images 这样的一个文件夹当中了。然后第二个是，我希望让他去调用 Grok 这个平台上面的 Whisper 的这个模型来实现相关的功能。第三，
我要让它不要把 API key 写死在代码里面，而是让用户可以通过界面去输入，这样的话用户就可以使用自己的 API key 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所有的需求。然后我们发给 Cloud 看看它的第一轮回复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Cloud 给我们做出的第一轮的回答。在第一轮的回答里面，它并没有直接帮我们把这些需要的程序文件给写出来，它只是大致解释了一下这个程序所需要的一个项目结构，包括有哪些文件，但是文件代码并没有写出来。所以呢，我对于开发没有任何经验，所以请你提供相关文件的完整代码，确保我使用你的代码可以正常运行，并且我希望它后续都用中文回复。好，这在第二轮，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回复了。首先，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件结构，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文件结构去新建这些文件。同时，它也有一个 images 的这个文件夹，然后下面会有一个 icon 的 PNG。这个文件，这个图标文件我已经提供了啊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它已经足够的把这些文件的代码都已经写出来了，我们点击其中一个看一下。好，这个是manifest 文件。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根据它提供的目录结构，去创建相应的文件夹和里面的空文件。比如说我新建了一个叫 Smart Recorder 1.0的这个文件夹，然后我把相关的这些文件，首先我把这些文件先建了一些空文件起来，然后呢我可以通过任何的代码编辑的工具来打开它们。在这个视频当中，我用的是微信开发者工具。好，我用开发者工具把它打开了，我们可以看到我的这些文件里面都是空的哈，所以我可以先把它提供的这些代码一一的复制进去。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Chrome 的插件管理界面进行安装调试。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点击扩展程序的图标，或者是说从3个点里面点击 Extensions， 然后点击 Manage Extensions。好，到这个地方，首先我们要确保右上角的这个开发者模式要打开，默认情况下面它是关闭的，我们把它打开。打开了以后呢，就点击 Load， 然后找到我们刚刚的这个文件夹就可以了。好，你就看到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加载了我们的这个 Smart Recorder 的这个应用程序了。为了能够方便的在 Chrome 里面去调试它，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这个扩展程序的图标，然后在列表里面选择我们自己的这个应用程序哈，然后把它给绑定到我们的浏览器的上方，这样的话使用起来就会比较方便。然后我们点击右键选择 Option， 在这个 Option 里面我们输入我们的 API Key。关于如何在 Grok 平台免费获取 API Key， 我已经在上一个视频中详细介绍了。如果你还不了解这个过程，欢迎你到频道中查找这个视频。然后点保存，好 ，API Key 已经保存了，我们再回来，我们来尝试的运行一下。在运行之前，我们可以右键点击程序图标，选择 Inspect Pop-up， 调出程序的控制台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发现调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。我们再来重新录制一下，看看这个控制台里面会有什么样的错误信息。录制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一次通过 AI 的工具来进行 Chrome 扩展程序的开发。好，我们点停止。翻译中失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控制台中已经反馈了错误信息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错误信息反馈给 Cloud， 请他帮我们解决问题，并更新相应的代码，然后我们就再进行尝试。接下来的过程我就不再录制了，因为每个人每次遇到的问题都不同，但只要你耐心的和 AI 沟通，最终都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结果。
我也会在后续的视频中专门介绍在跟 AI 的合作中我曾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我的解决办法。如果你对此感兴趣的话，记得关注后续的视频。看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帮忙为这个视频点个赞，这样不仅能够帮助本频道进行持续的发展，也能够让平台的算法知道你喜欢这一类的视频。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将这个插件下载到本地安装来免费使用。首先从视频的下方获取链接，下载这个插件的文件包。成功下载以后，将文件包解压缩到你的电脑的任意位置，然后打开 Chrome， 进入到插件管理界面。确保右上角的开发者模式已经打开，然后点击左上角的加载插件，在电脑上定位到你的文件包，然后确定。这时这个插件就已经加载到你的插件管理界面了。为了能够更加方便的使用，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插件图标，然后找到我们的刚刚加载的这个插件，然后把它给绑定到浏览器的上方。在使用之前，我们要首先获取浏览器的麦克风权限，点击 View Web Permissions， 然后确定这里麦克风，选择了 Allow， 然后返回。我们继续在右键选择 Options，在这个地方输入你的 API key， 输入你的 API key 以后保存。这个 API key 只需要输入一次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试着来运行一下，点击插件，然后选择语音翻译。我们来试着录制一下语音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帮忙为这个视频点赞，并且关注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停止。这样的话，翻译就成功了。通过 AI 来开发应用，中途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，或者是有了好的心得体会，欢迎你到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